许峰的主修功法名为鸿蒙炼神，这门功法最大的优势是擅长神识修炼。修炼有成之后，神识强度是同阶修士的无数倍，甚至还能超过更高阶的修士。这门功法除了能够修炼神识之外，而且是可以从炼气期一经丹换气的，一直修炼到化神期的。从此以后，不需要再为了区一门功法而到处奔波冒险了。小黑，你作为一条狗子怎么能怕臭呢？以后还怎么吃屎？我跟你说，做狗子就不能怕臭，做泥鳅就不能怕捂，做人就不能怕累。你作为一条狗子，居然还怕臭，这简直是狗界的耻辱啊！以后会被其他狗子嘲笑的，懂不懂？自从上次旱灾过后，怕吃到熟人，已经有好几年没买过肉包子吃了。给我来10个肉包子，还是来200个吧。请问一下店主，这是哪里？这是青云街，前面那条路叫大正街。我是说这座城池叫什么城？啊，这是青州城啊！你顺着前面那条大正街一直往前走几百步，就能看到青州府的衙门了，很显眼的。多谢。青州城是整个青州最大的城池，听说城内有很多金丹期高手，筑基和炼气修士比狗还多。这条死狗又懒又馋，肚子像个无底洞，整天就知道睡，还喜欢看美女。你要堕胎还是看花柳？花柳。什么症状？菜花。真是服了，这个黑市竟然在整个大周王朝都有连锁，连街头的暗号都一模一样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编出这么龌龊的暗号。在密室里得到一大笔灵石，正好用这笔灵石买各种灵药，带回蛇口山上种植。灵药价格不算太贵，官府垄断了丹药渠道，各地是因为大周王朝炼丹传法这绝对垄断，各地的丹药价格都极其昂贵。官府垄断了所有的炼丹资源，导致丹药价格居高不上，有价无市，一丹难求。像培元丹这种在修仙界只能算是最低级的丹药，我经常用这种丹药喂鹅，黑市丹药的供不应求。我学了白鹤真人的炼丹传承，手上掌握了好几十种丹方，算是极为稀有的野生炼丹师。只是空有技术，一直苦于没有灵药炼制。一般炼制法器都用金属灵矿，很少有用木质的，除非是能找到品质极佳的灵木。这些木质法器都是由数百年的灵木炼制而成。请问你这些法器是用什么灵木炼制的？我这些都是用300到500年的铁木炼制而成。你看我这些灵木炼制的法器，价格比那些金属法器要便宜多了。我想问一下，道友是不是有铁木树苗或者种子？家族中确实种了很多几百年的铁木，但是不往外出售树苗的。培元丹，培元丹这种最低等的丹药对我已经没效果了，除非你手里有很多。如果你能拿出这个数，我可以换给你一株幼苗。要50粒培元丹才换一株幼苗，这也太贵了。试试看能不能从50粒砍到10粒左右。以前司马懿就吃过这种亏，还是先试探一下。你要5粒，这也太多了，最多2粒。不行，至少也要4粒。最后以3粒丹药换一株幼苗，大家皆大欢喜。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后续的结果，去过道玄秘藏的人都没有回来。难道我是唯一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？以后对于道玄秘藏绝口不提。我是大周王朝的武举人，与邪教势不两立，始终忠于大周王朝。东家回来了！东家，我们想你了！耶！我也要！东家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东家不在的这段时间，确实有点事。东家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有很多小地主找上门，想要把自家土地廉价卖给东家，然后给东家当佃户。以前穷的时候，做梦都想当个小地主，种自己的土地，无论如何也比当佃户强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年开始，官府给的3年免税期限已经到了，小地主每年要向官府缴纳税赋，
至少需要2、3成。咱们这里的地租，上好的良田才收2成地租，薄田才收1成。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当佃户比当个小地主还要强。还有，边境正在和万妖国打仗，现在官府还在催缴军粮。那催粮的官差每天都在各村镇抓人，听说除了额外缴纳一笔钱粮，还要抽很多壮丁服徭役。这种徭役大部分都是有去无回，死路一条。在大周王朝，官府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，主要靠的就是这些有地的小地主。只有这些有地的小地主，他们有家有口，有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土地和田产，他们跑不掉，也不敢轻易跑。倒是如此，我这样的举人算起来都是官府的人。因为东家不在，我们不敢胡乱做主。行，如果再有人找上门，你就看着收吧。地里确实没长多少草，但这么长时间，田里的灵药也没怎么生长，应该是没怎么浇水的缘故，草也不长，灵药也不长。记得离开之前留下很多水的，此时运水池已经快要见底。蠢鹅，叫死！影响大爷我睡觉。主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了。这货竟然没有逃跑，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，一看就是没挨过揍，看体型竟然还长胖了一些。雨山先别急着忙，把这些灵药都种下去。算了，这次看在你没有逃跑的份上，把原来的人参铲掉一部分。我是你最忠诚的仆人，怎么会逃跑呢？此生跟定了主人，就算打也打不走的。以前炼化1粒轩辕丹需要花费5天时间，现在只需要2天时间，就能将丹药完全炼化。把这些丹药炼化之后，又用9重筑基锤炼了一遍，丹田之海已经被拓展到1尺6寸，差不多2尺宽了。虽然还没突破到筑基中期，但如果遇到9星道人那个水平的中期，完全有一战之力。像鸡哥那样轻轻挥一挥手就秒杀3名筑基修士，才是我的目标。听长灵儿说过，前世的长灵儿丹田之海有好几丈宽，我将来起码也要搞到1丈宽，在长灵儿面前才能抬得起头来。不过轩辕丹用完了，现在只能吃一点聚气丹，太慢了，还不如吸纳灵石里面的灵气修炼，效率还高一些。而且我的灵石可以放到葫芦里补充灵气，几乎是用之不绝的。这段时间躲在葫芦里修炼，已经把神识修炼到能覆盖20丈，超出了普通筑基初期修士。在跟同阶修士斗法时，就能大占优势，相当于我在20丈之外就能打到你，你却打不到我。在蛇口山的后方，原本是一大片连绵不绝的荒山，经过这几年的改造，在山峰之间形成一座巨大的人造湖泊。湖泊里面蓄满水之后，足以浇灌方圆数十里区域。现在铁荆棘还没长大，干活的人手也不够。等以后把雨山的家人们也都接过来，就可以把这大一片区域全都种上灵药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还需要雨山的努力。雨山，你的翅膀没了，修为实力还能增长吗？如果服用一些灵物，或者使用一些灵石，虽然不能飞，修为实力还是可以增长的。那就好，我还担心你的实力无法增长了呢。你每天干活辛苦了，这一瓶培元丹拿去服用吧。主人，真的给我？哈哈哈哈！当然是给你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。谢谢主人，主人你对我太好了，我永远是你最忠诚的仆人。哎，雨山，我之前可能有点苛刻，苦了你了。其实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这座蛇口山都会交给你，你也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所以你要好好修炼，增强实力，将来才有能力接手这一大片土地。你看咱们山上那些蛇笨手笨脚的，大鹅连话都不会说，那条狗又懒又馋，只有你才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我一直都对你抱以期待，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厚望。主人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真是狼心狗肺，以前都是我的错。我以后再也不跑了，我要努力干活，我要为这个家做贡献。
最近这1-2年，寄去京城的好几封信，司马懿那边都没有回复，如石沉大海。今天的这封信直接寄给齐王。孙旺财如今也修炼到了炼气4层。怎么回事？我寄信回来的路上，顺便抓了2个奸细，这2个家伙吃里扒外，当了邪教的卧底。东家饶命啊！我们俩就是贪图邪教给的2斗米，什么坏事都没做啊！东家饶命啊！当初爹和大伯也是为了2斗米加入了邪教，为了2斗米就铤而走险，手下的佃户还是太穷了。我们再也不敢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加入邪教可是要抄家砍头的？知道你们还敢？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一是把你们押送到县衙，由县老爷处置。我选第二个，我选第二个，我也选第二个。拜见使者大人。马老二、马老五，你们最近可有蛇口山那边的消息？有啊，我也有。一个一个说，只要情报有价值，每人奖励1斗米。这种为了1斗米摇尾乞怜的神态，我可瞧不起。马老二，你先说。好的。蛇口山下的羊群又下崽了，那只花脚母羊下了4只崽，死了2只，现在羊群有200、300、200，浪费2斗米，成天就是这些破事儿。蛇口山上有很多大蛇，我前几天看到他们让大蛇拉车，那条蛇有这么大，那么长，一条蛇同时能拉2辆牛车，还跑得飞快，比啥牲口都好使。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掌握了，但总比那些羊下崽、牛吃草的情报好多了。马老五提供的情报有点用，可以奖励你1斗米。这里应该不是邪教窝点，只是家，这一家子都住在这里。东家，那个邪教徒的住处找到了，很好。继续追查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，东家。孙旺财办事稳重，我很放心。上一次叛乱的时候，那些邪教徒和叛军首领一夜之间都销声匿迹。先顺藤摸瓜，把邪教的底细摸清楚，把他们的据点和暗线全都找出来。我这里还有一些符箓丹药，你都拿着。修炼炼血诀，把人当作修炼材料的邪教，跟其他邪教有本质上的区别。东家，经过查探，那名邪教徒手下一共管着20名卧底，分别位置西沟村、坝子村、湾里村，如同狗刨一样的字迹，比我的字还要丑。得亏黄富贵每天又打铁又当先生，才教会了这些人识字。现在谁都能写出一手歪歪扭扭的字。继续暗中调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你可以再调几个人过去帮忙。要把邪教徒的上级和他们隐藏的窝点找到。司马懿回信中说起，他这段时间坐牢去了，坐了2年，刚从大牢里出来。他从大牢里出来之后，还升了一点点官，得到1粒筑基丹。司马懿还说起齐王的师傅前几年因言获罪被打入大牢，现在也出来了，官复原职。信中还说起齐王准备帮我弄个小官，过一段时间就能有结果了。鸡哥知道我不喜欢当官的，为什么非要给我弄个官呢？难道鸡哥打算要当皇帝？我才不要当什么官呢！但如果鸡哥想当皇帝，非要我做大官，我也只能勉为其难，混个虚职，领点薪水就行。今天还是没什么变化。自从上次受到惊吓，我的宝贝鞋子好久没吃过东西了。哪怕弄了很多珍稀灵物投喂，鞋子仍然不吃不喝。明知道这双鞋子的气灵很害羞，当时还是没有止住好奇心，躲在门后偷看，吓得我的小宝贝儿好几个月都不敢露脸。进来，将军，我们最近追查邪教漏网之麻，但查到一个人不太好决断。所有相关的人，该杀的杀，该抄家的抄家，有什么难办的？将军，这个人你认识？不可能，我从不跟邪教有任何牵扯。
将军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年我们曾经在安城县蛇口山下见过齐王？当然记得，当时手下众兄弟还因此得过奖赏的。怎么，这件事跟齐王有关？是当时跟在齐王身后那个齐大鹅的少年。有点印象了，看起来挺淳朴，很忠厚老实的一个人。从当时的情况看来，那个少年跟齐王的关系不错，深得齐王的赏识。齐王不可能跟邪教有牵扯，也必须没有牵扯。硬扯上齐王，到时候咱们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无论这个人是谁，都把他摘出去，少杀一个邪修无关痛痒。牵扯到齐王，事情就不好办了。我先禀告姬将军，相信他也会同意我的做法的。另外，再给齐王写一封书信，告知此事。可是将军，这件事情不太好摘除。为什么？就当把这个人的记录抹去，只要没发现他这个人不就行了？以后的麻烦自然而然迎刃而解。可是这一次进入道玄秘藏的钥匙，就在蛇口山那个武举人手里，还是他亲自打开的大门。你等着，我去见姬将军，由他亲自定夺。你说的这个武举人名叫张二脑是吧？是的，安城县人士，在平西叛乱中立过功，得到一粒筑基丹的奖励，于数年前筑基成功，是三阳郡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。张二狗此人数年前被齐王委派，卧底于邪教之中。此人不惧生死，亲自打开道玄秘藏的大门，将邪教徒诱入其中，为此次诱杀邪教徒立下首功。果然不愧是将军，三言两语就把事情解决了，还送了齐王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就照此办理吧，上奏朝廷，为所有将士请功。好嘞。违反大周律法的事情，最近还真没少干。难道是事情败露，被官兵找上门来了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但看到自己攒下来的这么大家业，就这么跑了，又有点舍不得。命没了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钱财要是没了，下辈子都不一定会有。安城县武举人张二巧，为人本分，忠勇体国，为国之栋梁，深入龙潭虎穴。现授张二巧为三阳郡农都尉，为国屯田练兵，守护西南国门。怎么就立下大功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英明睿智，文治武功，德备苍生，万寿无疆，至高无上，龙兴圣皇帝，大周王朝千秋万载，一统天下。幸亏读过书，以前姬仓也教过，不然这回就得变哑巴了。恭喜张都尉，你这份官差可是龙兴圣皇帝御旨亲批的，比起其他的那些都尉可大有不同。多谢大人。对了，不送礼怎么行？这段时间过得太顺，差点把杨铁教的那些规矩都忘了。其实送出这些零食，人家并不会因此为我多说几句好话，仅仅是不会暗中使绊子害我罢了。农都尉的官职，以前在书上看到过的，职责就是屯田、练兵、备战，并没有什么实权。姬仓为什么要给我弄这么一个官？哈哈哈哈哈！原来鸡哥是怕了，蓄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这罪名到时候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。鸡哥这是何意？原来鸡哥是怕了，蓄养私兵，意图谋反，这罪名到时候就算不死也得脱层皮。现在弄了一个这样的小官，以后手下这支人马就算是大周王朝名正言顺的军队了。就是不知道鸡哥是怎么运作的，给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。老夫率领安亲县衙备上一份宝礼，还请张督军笑纳。丁清官来就来呗，还带什么礼物？零食5块，培元丹3粒，百年人参2株，聚灵草1株，培元固本丸2斗，肥猪10头，鸡100只，鸭100只。这一份礼单，对于丁县令这样的清官而言，已经是一份很重的负担了。也不知道今天究竟是什么黄道吉日，这来的人是一波接一波。我这刚和丁县令聊得投机。请问哪一位是张都尉？在下正是
恭喜张都尉，老夫这次正好路过，身上也没带啥礼品，只有3粒玄元丹。多谢前辈。前辈吃过饭没有？厨房里已经在杀猪了，要不要吃顿饭再走？不了，我还有要事，这就要离开。对于这种只送礼不吃饭的客人，心中真是充满敬意啊！带人去后院杀猪宰羊，鸡飞鸭笑的大摆宴席。爹，人家张老爷那么大的官了，你送2只鸡有什么用？我听说周边好几个县衙的人都来了，人家一出手就是10几头猪，还有丹药之类贵重物品。老子当然知道，求人办事要送猪牛羊，要送丹药。问题是你有吗？咱家的猪还是小猪崽子，丹药都让你小子给吃了，我上哪里找去？要不是你哥帮张老爷干活，收入不错，经常接济，你小子连丹药是什么味儿都尝不着。经过这几年折腾下来，现在家里有个100多亩地，还要交赋税。那会考武秀才报名遇到困难，张老爷，黄老财也是这样的笑容，手提一串猪肉，领着我到镇上求乡镇开具户籍名册。黄老财，你来就来了，还送什么礼？快请坐。秋月，去泡壶好茶来，再去厨房看看，弄几个热菜，快些端上来，我和黄老财满仓兄弟一起吃顿饭。黄老财，来了就是客，你就放心吃，敞开肚子吃就行了。二狗子，快坐下吃，饭都盛好了。吃菜别光吃饭，敞开肚皮吃，白米饭管够。张老爷，我今天是想求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想让满昌去考武举，你看可行吗？竟然也修炼到了炼气4层，确实有考武举的资格。曾经给过黄富贵不少丹药，难怪他修为一直增长缓慢，原来都接济给这个弟弟了。否则以黄老财那点财力，黄满仓现在能修炼到感气，就算不错了。不过以黄满仓现在炼气4重的修为，想去考武举人还是有点勉强。而且排名靠前的武举人全都是提前定好了的，只会露出2、3个名额，给这些没有背景的武秀才争抢，算是留下一线希望。以我现在的地位，想要一个排名靠后的名额，应该不难。所谓人情往来，不过是对利用价值的一种肯定，将来要还的。算了，以后还是不掺和他们官场上的事，安心在蛇口上种地。既然领了朝廷的俸禄，该做的事得做好，手下的人得好好培养起来，以防天有不测风云。这次帮满仓运作名额很顺利，既然要帮就帮彻底。这瓶培元丹拿去给满仓堆修为，把握就好多了。神识又增强了很多，现在已经能够笼罩到方圆30丈的范围。东家，终于找到一处邪教窝点了。在什么地方？有多大规模？这个邪教窝点藏得好深，快要藏到边境去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安排了几个人在那里盯着的。东家，咱们要不要现在就去灭了他们？要不要禀告县衙那边？原本是打算把所有窝点都找出来，永除后患。但这1年时间里，仅仅找到这一个窝点，就耗费了几10个人力，好几百张符箓。原本是打算通知县衙，双方一起抓捕邪教，现在就想独吞一些邪教的战利品，以找回之前这1年多的损失。大不了等邪教徒抓住之后，再把人交给丁县尹，让他也沾点功劳。为防夜长梦多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。你去清点全部人手，负责抓捕藏在各地的邪教使者和卧底。今天晚上子时同时出手。邪教巢穴那边，我一个人去就够了。好的，我保证那些邪教徒一个也别想跑掉。大蛇自从上次在道玄秘村里吃了顿饭，一直饿到现在没吃东西。二狗子，你一直让我的蛇宝宝干活，干了那么多活，却不让他们吃人。常灵儿，你这种想法就不对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干点活怎么能计较这么多？每个人为家庭付出都是应该的，就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。你再瞧瞧雨山，他为了大家庭每天有多努力，你还有你的蛇宝宝，应该向雨山学习。可是我的蛇宝宝干的活更多，一条蛇能顶好几10个人，蛇口山下那么多人，你一个也舍不得给蛇宝宝吃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你摸着良心问一下自己，你这样做对吗？有让家人每天都饿着肚子干活的吗？那是你的蛇宝宝太挑食了，哪有肚子饿了就要吃家人的？就算不让蛇宝宝吃人，那也不能让他们吃草吧？
草怎么就不能吃了？你没看大鹅每天都吃草，别人都能吃草，就你的蛇不能吃。好好反思一下，难道不是你们自己的问题？东家，我们一直守在这里，他们就藏在对面那座山里，那块大石头后面就有一个山洞入口。只有这一个入口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出口？东家果然料事如神，还有2个出口，一个在山的另一边，还有一个在旁边那座山脚下。我们都有人在那里看着呢。我去里面看看，你们继续守在这里。如果发现有人逃跑，就抓起来，死活不论。长灵儿，这里面就有很多人，今天就让你的蛇吃个够。长灵儿，里面的人都被他们吃掉了吗？那肯定，我的蛇宝宝连筑基都能吞，这里不过是一些炼器小修。唉，看这样子，损失无法挽回了。东家，里面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们进去战斗？不用，全都死了。带上这几个人回蛇口山。一次抓了这么多邪修，还真不好处理，直接杀了吧。大部分人就是些种地的农民，不过是穷昏了，贪图邪教那几斗米，目前也没做过什么恶事。不杀把人关起来，又没这么大的牢房，还要给他们吃饭。张大人，听说你连夜捣毁邪教窝点，抓捕了一大群邪教徒。我听到消息，连夜赶来，想助你一臂之力。多谢丁青天，大家都是为国为民，不用谢的。本县辖下竟然藏了这么多邪修，老夫上愧对朝廷，下愧对黎民百姓。不知张大人打算如何处理这些人？确实还没想好，我没有这么大的牢房。我还没想好呢。既然张大人没想好，不如把他们都交给我，我带回县衙一一审判发落。丁县令是远近闻名的青天大老爷，自然会公平公正的处理。其人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于仁慈，有点妇人之仁。好，那就麻烦丁县令了。你老这一次可不要再心慈手软，下手一定要狠一点，杀一杀邪修的气焰，震慑全县百姓。张大人放心，面对邪教徒，老夫必定不会心慈手软。这次要大开杀戒了。当官的还是得杀伐果断一点才好。我有时候心太软，就不适合当官。东家，我还需要继续追查邪教吗？暂时不用查了，等待县衙那边看能不能审出一些有用的情报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安心修炼吧。睡一觉真舒服啊。雨山，休息一下，别累着了。雨山是不是病了呀？感觉他最近变傻了。这叫付出，你懂不懂？一个不懂得付出的人，永远不会取得成就的。你和你的蛇宝宝都应该向雨山学习。可我也没看到雨山有什么成就呀。你不能只图眼前，要着眼长远。而且，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上的快乐。你看雨山他现在就很快乐，他乐在其中。当你学会付出之后，才能体会到他那种快乐。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大道理能张口就来，教育一个小孩子还是很容易的。东家，东家，东家，又出事了！东家，马老二和马老五这2家子10几口人全都死了，被人杀死的，死得很惨。孙旺财，继续查。是。把调查的范围放宽一些，不仅安城县，周边郡县也看看。还有，目光不要只放在农夫身上，那些地主还有衙门里的人也都悄悄查探一下。最开始由马氏兄弟提供线索，这件事情是保密的，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。收网之后也没向外透露，只跟丁县令提了一嘴。当时只有衙门里的2、3个重要人物在场，难道是官府？你们父子俩干嘛去？托张老爷的福，我们正打算去郡城考试。哦，放心去吧，我已经打过招呼了，排名第17，不算差。多谢张老爷。爹，我觉得考武举人好像还不如拜到张老爷手下做事。你为什么只让我哥在那里，
不让我也去呢？蛇口山下那些村夫莽汉，任何一个人都比武秀才厉害。我上次就在一个流鼻涕的小孩手下吃过大亏。张老爷仁义，在他手下做事确实很好，但你们兄弟两个如果分开，有点事儿还能相互扶持照应。而且你想想，在张老爷手下虽然有实力，但是没有功名的。将来如果万一能够修炼到可以筑基的地步，这么多人是得不到筑基丹的。只有考得武举人的功名，将来为朝廷立下功劳，才有一丝机会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整个青州地带最强大的家族是夏家。你要是遇到夏家的人，千万不要得罪了，哪怕是受点气，忍气吞声，也总比把小命丢了强。咦，爹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份名单里面没有几个姓夏。不可能啊！今年夏姓的考生为何这么少？名册上仅有的那些姓夏的考生，也都是夏氏家族的旁支。从名单可以看出，大家族的人都没有参加这一次武举人考试，集体退出。难道是腾出位置，给贫寒子弟更多机会？儿子，咱不考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那些大家族没有参加，咱们就要弃考吗？如果放弃这一次机会，下次还有脸去求人吗？情分这种东西，只会越用越薄的。机会确实难得，但也没有小命重要。考武举人，又跟性命有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幕，但以我活了几十年的经验，这种豪门大族也看不上，甚至还极力逃避的，绝对不是什么好事。爹，我听您的。黄满仓跌出擂台，判夫。是黄满臣吗？是，不知差爷有何贵干？我们老爷是想问一下，第17名的武举功名，你们还要不要了？我们这样还能拿到武举的功名吗？比斗之中败阵弃考，确实有点难度。但如果在兵书战策考试中拿到满分，就没有问题了。多谢老爷好意。黄满仓他摔断了骨头，短时间难以下床，只怕耽误了国事。等伤好之后再来重新考试吧。行。回去就把家里那头猪送到蛇口山下，就算弃考，也要好好感谢张老爷。那头猪崽子不是还没长大吗？养了大半年，也有好几十斤了。张老爷手下有那么多人，可以继续养个1年半载再杀。今年的武举人数量也比往年多。恭喜各位新晋的举人老爷，多谢，祝各位举人老爷以后步步高升，升官发财。青天老爷出来了，下青天！诸位武举人不必多礼，本官先祝各位金榜题名，从此平步青云，官运亨通。多谢郡守大人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如今正好有一次报效朝廷、建功立业的机会，需要诸位大展身手。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需要我等效劳，我们作为举人，自当奋勇争先，为朝廷效命。哪怕前方有刀山火海，吾等也当向死而生。好，诸位能有这份忠心，本官就放心了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南边的万妖国前几年趁着我青州大旱之际，与邪教里应外合，侵犯我大州边境，掠夺边境的人口。经青州府决定，今年中榜的武举人全部派往万妖国边境建功立业，守卫大周王朝疆土。大明万妖国，大明万妖国，大明万妖国。
效果！气氛都烘托到这一步了，刚才还表过态，这么多眼睛盯着，现在总不能说不敢去吧？只有我们这一届的武举吗？没错，历届的武举人虽多，但他们也都身处要职，暂时抽调不出来。诸位都是忠勇体国的栋梁之才，想必不会贪生怕死。大家回去准备一下，3天后启程出发。违令者斩！哈哈哈，老爹，你真是料事如神。没啥，就是多活了几年。咱们虽然暂时躲过一劫，也别高兴太早。边境战事既然到了这一步，最后倒霉的终究还是咱们这些种地的。因为边境战事，这些年官府在各地都征了大量的粮食和民夫，用于供应前线。蛇口山周边的很多小地主不堪重负，都已经把自家的地卖掉，入到蛇口山当佃户。原本计划着儿子考中举人就能躲过这一劫，现在放弃了举人功名，满仓的武秀才功名只能暂时顶一段时间，但真到了紧要关头，不一定有用。哟，新进的举人回来了，秋月还不快去搭把手？怎么能让举人老爷抬猪呢？张老爷，你就别取笑了，我们有负你的厚望，弃考了。弃考？唉，是这样的，差点就误了黄满仓的性命，还好黄老财人老成精，关键时刻懂得取舍，有决断。放弃了也好，等以后没事了，我再举荐你去考。多谢张老爷。张老爷，我们今天来，除了向你表示感谢，还想把家里那些田地卖给你，只求给老爷做佃户，还望张老爷能够成全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已经决定了。没想到黄老财也会走上这一步，那也别当什么佃户了，给我当个管家吧。黄满仓，你识文断字，又是读过圣贤书的，就到队伍里暂时当个大队长，专门教那些糙汉子们读书识字。等以后你想去考武举人，我再给你保荐。多谢张老爷。黄老财，你家的田地就交给我来打理吧。至于黄老财家的那些田地，加起来也不如一粒培元班值钱。行了，以后啊就安心在这儿干吧。是。东家，我又发现一只邪教了。在什么地方？距离我们这边还有10几里路，目前还只找到几个小鱼小虾，还没找到窝点。好，继续调查，不要打草惊蛇，这一次要全部揪出来。这条狗自从上次传了一部分功法之后，每天就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啥活都不干。唉，吃东西还挑3拣4，没有灵气的不吃，特别抗揍，怎么打都没用，就连把它收进葫芦里面，如果抗拒的话都收不进去。葫芦里那片土地已经扩张到1亩宽，种植了一大片玄元草，现在年份最长的还只有几10年。只需要集齐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5种灵药，就可以炼制筑基丹。但一是没有集齐这5种灵药，二是就算炼制出筑基丹，也不敢给手下人服用。没被官府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，一律按照邪教处理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由于最近没有合适的丹药服用，修炼进度慢了很多，到目前丹田之海宽度也才2尺1寸。为什么县衙在这么大的力度抓捕邪修？邪修仿佛永远杀不尽，越杀越多。为什么黑市里面的血魄丹供应充足，价格低廉，跟以前旱灾时期有的一体？继续查，注意隐蔽。这张猪腰子脸好像在哪里见过，这种脸型太有特点了，让人过目难忘。上次找到一个邪教窝点，里面就有一个猪腰子脸的邪教头目，照理来说应该是死了的。这个猪腰子脸更上一级的人是谁？这个猪腰子脸绝对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头目，如果再找到他的上级，差不多就能将整个邪修揪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搬到这里来。
都别动，把手举起来！好，走，你们干什么？这些粮食竟然都是从丁家庄运出来的。你们两个把这封信拿回去，交给东家，我在这里盯守。此人本该被官差抓走了的，现在又出现在面前，种种迹象已经表明，跟丁青天有关系。猪腰子脸的直属上级，竟然真的是丁青天！张二狗，你作为朝廷命官，竟然与邪修勾结，本官今日就要将你捉拿归案。丁县令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查到证据，你才是真正的邪教徒。没想到丁县令的反应会这么快，而且贼喊捉贼，还先一步杀上门来。本官是远近闻名的青天大老爷，全县百姓有目共睹。你说本官是邪修，可有证据？有谁会信你？而你孕养蛇妖为害，吞噬生人无数，手下更是修炼邪法。这些证据有目共睹，这二狗子怕真是个灾星。丁青天可是为民做主的好官，筑基大蛇不要焚了。就是，肯定是他把这妖物引来的。把人带上来，大家应该都能认识，这就是你手下的孙旺财。他修炼邪法，残害生命，被我抓获了。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孙旺财，你可知罪？张二嘎，我劝你现在束手就擒，若是冤枉，待我本官查明真相，必定还你一个公道。就算再怎么鬼迷心窍，也不可能束手就擒，把小命交到别人手里，等待别人还自己清白。丁县令，我劝你束手就擒，如果有冤枉，本官必定还你一个清白。我可是登记在册的筑基修士，此刻却在光天化日之下显露出筑基修为，已经被大周律划分到邪修一类了。哈哈哈哈！看来你是不肯束手就擒，要本官亲自出手了。张二哪，凭你筑基初期修为，绝不是老夫的对手，跪下求饶，本官给你一个痛快。得知丁县令是邪修的时候，就猜到肯定有伪装，不过也没想到这家伙藏得这么深。老夫早就知道你蓄养蛇妖为害，既然找上门来，怎么可能没有准备？蛇妖实力再强，终究不过是畜生罢了，只有自身的力量才靠谱。废话真多。这一剑的威能非比寻常，远远超出了筑基初期应有的水平。虽然他修为高一个小境界，但最近吞噬的人比较多，修为增长太快，导致法力不纯，根基不稳，修为太虚浮，不耐用，后劲不足。放开他！老夫今日放你一马，希望你回头是岸，早日到县衙自首。丁县令在动身来蛇口山之前，竟然就已经放出消息，诱骗全县百姓去县城领米。看来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至于能不能成功污蔑我，纯属有枣没枣都打一竿子的行为。秋月、黄满仓，你们带人去官道上拦截，让这些村民不要去县城。不让我们过去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啊！乡亲们不要去县城，这是个陷阱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大家还是回去吧。
去一趟县城能有什么陷阱？那就没有吧，顶多就是白跑一趟。走，我看他是想挡住我们，好自己独丁吞丁青天发下来的好处。乡亲们，你信我一句，丁县令就是个邪修，他骗大家去，就是助他修炼邪法的。一派胡言！丁青天是天底下最好的青天大老爷，人人都知丁青天爱民如子。丁青天爱民如子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污蔑丁青天的人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丁县令真是神仙下凡呐！是啊，丁县令可是咱们的再生父母。是啊，咱们能有今天，全靠丁县令啊！丁县令就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专门来拯救我们的。我说了，任何人再敢向前走的，杀无赦。你们几个捡一些引火的干草，去那座村子里放火烧房子。烧房子是来堵路的，现在杀了人，还要去烧房子做什么？对，就是放火烧房子，火势越大越好。但凡家里面没人的房屋都烧了。去做吧，东家如果责罚，我来承担。所有人听着，这3天内，胆敢离开自己家的，房子全都烧了。去县城领1斗米，或者是房子被烧掉。权衡利弊，好像还是房子顿尊更重要。快追上！快点儿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好舒服啊！现在丁县令有这一股冲天的煞气相助，还有这满城的血势，我毫无胜算。所有人都给我回去！这里面是陷阱！丁县令将人炼成血煞，气候已成，我得想法子自保。遇到这种对付不了的存在，直接骑上大鹅到三阳郡告状。郡守大人，安城县10万百姓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，现在全都盼着夏青天大人出手，解救万民倒悬之苦。我也是才筑基没多久的，如何能是那种老毛婆对手？张都尉，你先回安城县，我向州府禀报，让州府派出高手前来诛杀此魔。既然郡守不愿意随我一起去安城县，那我也只能先一步返回。看这个样子，等到丁县令出来的时候，起码是金丹实力。手下一共2000多人，经过这些年来，以前抱在手里的那些小孩，现在也有10来岁。如果真的对上丁县令，他们多少能有那么一点自保之力。大蛇上次中了丁县令的招，受了些伤，经过这几天的休养，已经慢慢恢复了。3条筑基后期的大蛇是主要依仗，联手的话，或许能与金丹期的丁老魔抗衡1、2。这些大鹅虽然数量多还能飞，但仅有炼气修为，高端战力实在太缺了。长灵儿，有什么办法能对付金丹期魔修吗？你要是能把蛇口山修复好，然后把宝物重新祭炼一次，用蛇口山砸下去，保准让它灰飞烟灭。你这简直就是废话，我哪有那么大能耐修复法宝？祭炼法宝更是金丹修士才能做的。我要是拥有这个修为，就算没有法宝，也不用怕他区区一个草包魔头。苦等了10来天，迟迟没见到州府的高手，这帮人真是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，没一个靠谱的。
这场残忍的炼化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可能就在这1-2天，血幕就要全部散去了。大鹅，咱们回家，明天就不来了。丁老魔出关了，大鹅快跑！二狗子，既然来了，吃一顿饭再走呗。多谢好意，家里的稻子还没收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二狗子别走啊，老朋友见面哪有你这样的？如果留下来，大概我就是餐桌上的晚饭。我让孙旺财调查邪修，坏了丁老魔的好事，他肯定对我恨之入骨。这条血龙只是由血煞之气凝聚而成，根本就没有实体。二狗子，反抗是没有用的，成为老夫的一部分，老夫带你征服天下！一股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，感觉浑身放松，昏昏欲睡。这样下去很危险，得屏住呼吸。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好像没死。刚才追杀我的那条血龙不见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在哪里？大鹅，怎么回事？小黑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唉，这次没带玉石地板出来，小黑和大白鹅都是不会说话的。虽然刚才成功脱险，但也脱得稀里糊涂。县城那边是不敢再去了。难道丁老魔幡然悔悟，准备要改过自新了吗？是真的没想到，丁老魔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杀到我的郡城来。之前二狗子让我上报州府，请青州府派出高手来除魔，当时起了点小心思，盘算着借丁老魔之手除掉心头之患二狗子。二狗子以前只是我辖下的蝼蚁，一个手指头就能弄死的平民。二狗子可能是出卖了身体，或者付出了更多，才讨好齐王。二狗子以前只是我辖下的蝼蚁，一个手指头就能弄死的平民。二狗子可能是出卖了身体，或者付出了更多，才讨好齐王。如今天降一个丁老魔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不来一个借刀杀人，我可能会后悔终生。哼哼，州府如果派金丹修士日夜兼行飞过来，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赶到。一直在前天得知丁老魔已经摧毁了周边好几个县，才向州府汇报。州府的高手大概明后天就能到，但现在这次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了。临阵磨枪，不快也光。手里没有玄元丹，只能多吃点聚气丹了。好在成本不高，都是自己手里滞销的货。丹田中又增加了一滴法力液体。还是努力奋斗的人看起来最有魅力。雨山，过来休息一下。主人，我那边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。你把这瓶丹药吃了，除了种地，还要抽些时间修炼，增强一些实力。大鹅，吃药了。大鹅如果在没有登记的情况下擅自筑基，会不会算作邪恶？那3条筑基大蛇应该也是没有登记在案的，好像也没人来追究。现在身边连一个可以请教的人都没有。雨山，
问你一个事儿，主人，你说，你们万妖国是怎么突破筑基的？我们也用筑基丹。每年万妖王庭会收集药材，统一炼制筑基丹，然后分发给各个部落。你们那边筑基需要登记吗？没登记会不会算作邪妖？当然不用，妖族寿元比较漫长，只要没被岁月熬死，经过数百年积累，自然而然就突破到筑基期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妖类虽然没有灵智，但人家傻妖有傻福，靠时间积累也能突破。长灵儿，你上次说修复蛇口山这件法宝，具体要怎么修复？我也不知道，记忆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。这件法宝原本是很厉害的，能把长灵儿镇压在里面出不去。放在这种没有灵气的地方太久，灵气全都流失了。长灵儿的大部分记忆都只跟许峰有用。黄满仓，好的。东家，您找我。前几天你做得很好，这段时间太忙，一直还没来得及奖励你。我杀了人，还烧了很多房子，一直担心东家会责罚我呢。你杀了人，但救了更多的人，那些房子的主人都死光了，烧就烧了吧。哎，多谢东家，有功就应该奖励，这是你应得的。爹，爹，你看，爹，这些都是聚气丹，比培元丹贵1倍以上。爹，张嘴。这么贵的丹药，别糟践了。爹，你就吃一粒，试试味儿。不吃，太浪费了。分2粒给你大哥。我一把老骨头了，别浪费好东西。大哥那边我自然不会忘，你吃一粒。每个人性格不同，遇到同样的事情，会因为自身性格做出不同的选择。如果硬要追究，首先我也有用人不明的责任。如果让小黑看守食物，让大鹅去种地，都有点强人所难。备战！鹅可杀，可炖，可红烧，永不屈服。夏青山，他怎么来了？白紧张一场。唉，下官见过夏大人。张都尉，你这里没事吧？这股阵势，就算面对金丹修士也能斗一斗，特别是下方那支由2000多人组成的军阵，不可小觑。丁老魔出关后没到你这里来？还没有，我这里一直严阵以待，准备跟老魔血战到底，为国除魔。夏大人，我等了10多天，总算盼来了大人。州府5天前刚接到消息，老夫立即就赶来了。时间对不上，夏至手这个老货，起码延迟了10来天才向州府禀报。如果齐大鹅去州府一趟，起码得半个月，来回就是1个月时间。但我知道郡城有一件法宝，可以跟州府联络，当天就能上报的。丁老魔竟然失踪了。丁老魔出关后，先是在安城县周边大杀四方。夏青山这一路飞来，就几乎没看到活人。丁老魔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三阳郡，把全城人口都炼了之后，老魔就消失了。整个三阳郡只剩下夏郡守一个活口，被血煞侵袭，现在呆呆傻傻，被送回族中调养了。夏镇守这老货的命真好，全城人都死光了，就他没死。现在的青州真是内忧外患，边境与万妖国的战事不利，内部又有魔头作乱。这一切都不是我造成的，我只是一个种地的庄稼汉。这种天下大事，当然要留给那些食肉者去操心。
张都尉，你乃是朝廷命官，龙生圣皇帝御封的农都尉，值此危难关头，用人之际，正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挺身而出。这老家伙想忽悠我去当炮灰，以前当过一次炮灰，感觉并不好，不想再当第二次。唉，我现在是有心无力啊。隆兴圣皇帝御封让我屯田练兵，没有圣旨，我也不敢擅自兴兵。我是皇帝封的，夏家还指挥不动，有本事让皇帝下旨命他出兵。皇帝也许是故意把我这么一个农都尉安插在青州内部，多少能对夏家有点制约。如果跟夏家走得太近，反而不好。话是这么说，只要你有为国出力之心，还是能想到很多办法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京城那边的事儿包在老夫身上。唉，可惜我如今实在是抽不出身。你看，现在满山遍野庄稼都熟了，再不收就烂在地里了。张都尉好自为之。丁老魔应该还隐藏在这附近，山高路远，老夫不一定能及时救援。之前一直战战兢兢，日夜提防丁老魔上门。现在丁老魔灭了周边好几个县，把郡城都给灭了，却没有来蛇口山。上次被血龙追杀失忆时候，一定是谁重创了丁老魔。也许是小黑，其他高手恐怕没那么好心。那张像无底洞一样的嘴，永远吃不饱。在地下密室里，一睡就是上万年，身上长满了青苔，他都没死。奇怪的身体结构，随便怎么暴力拉扯，都能回弹成小奶狗的形状。还有小黑狗脸上那2朵腮红，好像变得更红了。可惜这家伙不会说人话，我也不会狗语，无法深入交流。现如今整个三阳郡，辖下10几个县都没人了，只留下漫山遍野成熟待收割的庄稼，还有大量空无一人的村庄。所有人放下手里杂活，全部出动收粮食。这个地方面积不宽，但灵气特别浓郁，有几株玄元草，已经生长到200年药龄，可以用于炼制玄元丹。居然有一株枯萎的木灵草，这株木灵草枝叶已经枯萎，看这样子就快要彻底死透了。又得到一株筑基丹所需的药材，又找到很多块灵田，挖了很多灵药，可惜再也没遇到武灵草。现在筑基丹所需要的5种灵药，已经拥有2种。终于把整个三阳郡周边那些没人要的粮食都收割了一遍。东家，我们这次收回来的粮食一共有100多万担。组织人再多修几座仓库，把粮食保存好，别淋雨没坏了。哎，东家放心，已经让人在修了。葫芦里至少还藏了800多万石粮食，这次收获的粮食实在是太多了。丁老魔只吃人，粮食是一粒都没动。把这些灵田都搜刮了一遍，收获的灵药足够炼好几年的丹。玄铁矿洞里面的矿工全都死了。在县城和郡城也捡到一些灵矿，这些灵矿类物资凑在一起也有好几百斤，都收进葫芦里，到时候用于炼制一些法器。学的千机老人传承，炼制各种各样的物件，都需要很多材料。这次也借着丁老魔莫名其妙的发了一大笔财，而且这笔财还非发不可。如果不要，这些财物大部分会烂在原地。我可从来没有浪费的习惯。先去黑市里买几张藏宝图。这地方可真够邪门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哎，这不是当初我买藏宝图的黑市入口吗？还是头一回进黑市不用对口号。郡城是丁老魔最后消失的地方，那些县城的黑市他都去过了，对郡城这座黑市始终有点忌惮。去吧，去黑。里面的人同样死光了，只能再找找，看有没有残羹剩饭。回去正好用来存放药材。这几套做工很讲究的桌椅也顺便收进葫芦里。小黑，咱们走了。
小黑，你这是干啥？套老鼠？别着急，我帮你挖开看看。白鹤真人传承中曾经提到过一种物品，叫做肉灵芝。此物能强筋骨、增寿元，可生吃，也可蒸肚煎烤炸，还可用于炼丹。小黑，你别急，我还没看清楚。小黑，咱们商量一下，咱们把这个拿回去栽种，长大点再吃，好不好？那就见者有份，虽然是你找到的，但是我挖出来的，我们俩平分。肉灵芝的下面土壤不太一样，比其他的土略黑一些。这好像是一种灵壤。灵壤跟普通的土壤不一样，更适合灵芝生长，只在有灵脉的地方才偶尔产生一点点。离开灵脉之后，只能时常以灵石滋养，保持其灵力不衰竭。也许是夏青山的储物袋不够大，很多体积大一些的物品，对方都没要。凑齐了一整套制服工具，可不管有没有用，先留着，万一以后得到传承了呢？这家店是来过很多次的，跟那位老年炼器师挺熟，曾深入交流过很多次。虽然都不是法器，但给手下人使用也不错。